陈凡望向这张在击杀鬼王时掉落的建筑蓝图，如今刚好可以用到。从无名山到海边只有1000米直线距离，但无名山正对着海边是悬崖峭壁，想要打造港口得再往旁边一点。足足铺设了3000多米铜管后，陈凡才站在海边。一个由白色线条所形成的港口建筑虚影在海边缓缓形成，1000枚鬼石化作的白色液体沿着铜管从梵域一路激射钻进虚影里。当虚影渐渐凝实，港口也正式打造完毕。陈凡望向眼前的港口，有些微微震撼。这1000枚鬼石花的是真纸。港口造好后，地面隐隐震动，后方一只巨龟缓缓朝他驶来，而在龟壳上则是固定着一个海船。很快，海船入海，溅起阵阵海浪。陈凡站在港口望向身旁的瘸猴，没有在此久留，而是打道回府。他准备今夜将海船停在港口，看看能否挡得住鬼物的侵袭，然后准备人手，看看大海深处都有什么。梵域营地内，陈凡坐在屋内，望向被唤来的王麻子，示意其坐，随后才缓缓道：“有个艰巨的任务，我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梵域造出来了海船，那是一艘大船，船体防御程度相当于1级城墙，船上有数门炮塔，自带鬼火，可在黑暗中的海面上前行。我想派人去看看海的深处都有什么，只是此趟危险，船音符的联系距离有限，我们暂时无法在海面上打造据点，这意味将无法联系到梵域，但总得去看看。呼，王麻子深吸了一口气后，单膝跪地，面色严肃地低头沙哑道：“狱主，王麻子请命，这一直是我的梦想，有生之日能看一看海那边是什么，哪怕死了都值了。万一遇险，我会想办法将消息送回来的。”好，陈凡轻点头，那就由你带队，清点人手，明日出行。我会给你3艘海船和足够的鬼石，你切记，需在鬼石消耗过半时便返程。此次行动代号新大陆，明白？在王麻子走后，陈凡才走至城墙上，抬头望向空中飘荡的云朵，双手拄着翡翠手杖，沉默着。海的那边是什么？他不知道。无论是古籍还是他所接触到的消息，好像都默认永夜大陆是一整块大陆，又或者会抵达永夜大陆的另一侧。一切都是未知的。第二天，港口一众梵域核心人员都聚在这里，而在港口的国位停靠着3辆海船，海船上所有物资已经全都准备完毕。几个梵域成员站在泊位准备解绳，王麻子也深吸了一口气后，沉声道：“梵域商阁阁主王麻子，奉命执行新大陆计划，请狱主下令。”陈凡笑了起来。出发。是。王麻子没再停留，带着自己一众手下当即分批走上3艘海船，海船和泊位相连的绳索解开，船帆升起，呼呼作响，3艘海船渐渐朝大海深处驶去。站在船尾的王麻子望向他们，不断招手告别。这一别，再次相遇，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时间流逝，陈凡来到港口，望向海的尽头，潮湿的海风扑面而来。已经过去10几天了，也不知道王麻子此时情况如何了。他只知道还没死。王麻子命牌尚未碎裂，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而与之相反的是，这他妈是什么该死的东西？王麻子站在甲板上，左手拎刀，右臂紧紧抱住枝竿，神情狰狞的怒吼道：“左满舵，避开，避开！”尚未天黑，但他们头顶上几乎随时会压下来的大片乌云，带来了无穷的黑暗，狂风暴雨拼命袭来。他们身下这艘海船体型并不小，但在此时的海面上却宛如小舟般，随时可能被海浪吞噬。他们出行时有3艘海船，但如今只有1艘了。在出航第9天，他们在夜里遇见了鬼物袭击，2艘海船被毁，幸亏他指挥得当，弃船而生，放弃那2艘被一众类似章鱼鬼物触手所缠绕的海船，将船员接到他身下这艘船，这才逃了一劫。只是也因此丢了不少资源，其中就包括最珍贵的水资源。大部分淡水资源都放在那2艘海船上。正在他们犹豫是否返航时，他们看见了一处海岛，全员狂喜，这意味着他们真的发现了新大陆。那是一个独立于永夜大陆的海岛，占地面积极大。他们在海岛上发现了大量天才地宝，其中一种果子苹果大小，但仔细望去有鼻有眼，就像一个猴头一样。他认识这个果子，梵域培训的时候讲过。梵域的私塾里有极其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培训一些天才地宝的外貌和保存方法，免得他们遇见了都认不出来。那个在永夜大陆颇为珍惜的猴头果，在这里漫山遍野，一眼望去无穷无尽。所有商阁成员陷入狂喜，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这次立下了大功，回去后肯定会得到狱主的大量嘉奖。他们真的发现了新大陆，但当他们登岛补充了淡水资源，然后携带了一些猴头果准备返程时，遇见了风浪，极其恐怖的风浪。他们甚至难以控制自己的方向，只能随浪飘荡，距离梵域越来越远。就在这时，没有任何预警，头顶的乌云仿佛被无形巨手撕碎一般，海浪突然快速涌去，形成一道不断旋转高达数百米的水龙柱，直刺天穹。左满舵，王麻子站在甲板上，抱着枝杆将自己紧紧固定住，撕心裂肺的嘶吼道：“打死！”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知道一定不能被卷进去，否则必死无疑。无穷无尽的鬼物被海浪裹挟从海船2侧涌过，数量之多远超他们平日所见。只是这些鬼物此时却没空攻击他们，像是在逃避什么一样。他们不知道被海浪卷入这片海域过了多长时间，他们看不出白天和黑暗。在绝望中，所有人被一个海浪重重拍了下来，不少商阁成员被卷入海浪中，剩余商阁成员则是全部被拍至昏厥。不知过了多久，光芒久违地洒在海船甲板上，海船宛如孤舟般飘荡在海面上。他们终于闯出了那片布满雷雨海浪的恐怖区域，但坏消息是，他们距离梵域更远了，距离那个被他们发现且上面没有人类痕迹的希望岛也越来越远了。这个海岛的名字是商阁成员一众兴奋商议的。被海浪拍进船舱内的王麻子艰难地爬至甲板上，感受着身旁的风平浪静，望向身后那如分界线一般的黑云覆盖的海域。阁主身旁一个面色煞白的手下有些艰难地汇报道：“死了不少人，加上你我就剩下12个人了。”王麻子偏头望向天边沙哑道：“
清点鬼石数量，准备返程。就在这时，他突然看见前方有一座新的海岛，一座比希望岛小很多的岛屿，或许是永夜大陆，又或许是新的大陆。登陆，王麻子快速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下令打造营地，准备御敌，杀够足够的鬼物回家。既然没鬼石，那就杀鬼物，赚鬼石。剩下的这些鬼石足够启动一段时间的炮塔了。很快，海船扬帆转舵，再次起航。海船停靠在海岛边抛锚的那一刻，站在甲板上的王麻子望向眼前一幕，眼里满是骇然。如果说他们曾经发现的希望岛海岛上没有一丝人类痕迹，那这座岛上就全是人类痕迹。一眼望去，大量沦为白骨的鬼物尸体和人类尸体，极其珍贵的鬼石就那样散落在各地，无人捡取。一眼望去，还能看见不少被摧毁的建筑废墟。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生物，一片死寂。这是一座被鬼物摧毁的海岛。曾经这座海岛上有人类打造的基地，只是在鬼潮中被冲垮。此后再无人类踏入，否则不可能不捡取这些鬼石。他们是在这座海岛覆灭后踏入这座海岛的第一人。王麻子缓缓长大嘴巴，望向远处，这座海岛是他们看见的第一座海岛，但在登陆后便能依稀看见，在这座海岛后方还有更多如群星般的小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些海岛应该也都已被摧毁。再往后，能依稀看见一片极大的大陆海岸轮廓线。转身望向身后，海面上那条蔓延可能数百公里，一眼望去根本看不见尽头的黑云雷雨海域，如同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般，将他所处的这片区域和繁育死海那片海洋完全隔开。去看看，王麻子并没有第一时间捡取鬼石，而是登船前往其他海岛查看。一座、两座、三座、四座，足足探查了距离他们最近的6座海岛，无一例外，海岛上都是被摧毁的人类建筑和大量鬼物尸体。可以想象，在很久之前，一场极其恐怖的鬼潮席卷了所有海岛，甚至可以说是席卷了整个大陆。而这些海岛仅仅只是这座大陆上的前线站点。鬼潮来袭时第一个灭亡，王麻子重新回到第一座海岛上，这里是大陆的最前方，或许也是距离鬼潮最近的一道战线。他爬至海岛的山丘上，一眼望去，能清晰看出来，并不是整个海岛都布满鬼物尸体，绝大部分鬼物尸体都充斥在海岛北面，也是远离大陆的那一面。从这里能判断出，那是鬼潮从海底登陆，涌上这座小岛。无穷无尽的鬼物在丢下数具尸体后，吞噬了这座处于绝望中的小岛。这里是永夜大陆吗？他不确定，或许是新的大陆。阁主身旁一个心腹颤颤巍巍地走上来。我们要回去吗？王麻子沉默着转身望向身后一众眼里满是恐惧的手下，个个身上带伤，已全然没有了刚出海的兴奋。在经历了大海的洗礼后，他们不想再冒险了。他没有丝毫犹豫，重重点头，嘶哑道：“我们要将消息带回去，让狱主知道有希望岛的存在。”站在王麻子身后的一众人低着头没有反应，他们怕了，不想再闯一趟那雷雨海域了。要想返程，必须经过那雷雨海域。阁主还是那个心腹有些低声道：“鬼物会吞噬鬼石，这里的鬼石既然没被吞噬，说明这片被覆灭大陆已经没有鬼物了，这里是安全的。或许我们可以什么？可以留在这里。”王麻子笑了起来：“早说啊，早说出海前也带个娘们不是？咱们一堆糙汉子留在这里干啥？而且这海岛上可不像是有食物的样子，吃什么？试一试。这个雷雨海域肯定有尽头的吧？我们沿着雷雨海域边缘前进，说不定就能绕过雷雨海域找到回家的路。而且我们能冲出来一次，肯定就能冲出来第二次。”阁主还是刚才开口的男人，抬头望向王麻子，眼眶通红道：“我直说了吧，如果这里的鬼石真的那么容易带走，当年镇守无名山的那位早就带走了，怎么会留给我们？那雷雨海域定是必死的危机，我们能侥幸闯过一次，还能闯过第二次吗？我甚至怀疑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死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新大陆，而是阴曹地府，或者说我们都中毒了，眼前都是我们的幻觉，回去就送死。阁主，我真不想死。”男人声音越来越大，歇斯底里的即将情绪崩溃。话音未落，王麻子已经上前一步，手掌画刀敲在手下后颈上，令其昏厥过去后，将其抱在怀里，望向一众衣衫褴褛的手下，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道：“我们要回去，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将消息带回去。这里的鬼石可以确保江北防线的必然建成。你们不想成家吗？你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不被鬼物侵蚀的地方生活吗？我发誓，我一定带着你们活着回去。”在海岛上休息了一夜后，第二天天亮，他们开始起航。海船沿着雷雨海域行驶了足足近30日，雷雨海域根本不见尽头，宛如天堑般，他们根本无法绕过这段雷雨海域。船舱所容纳的鬼石不允许他们继续再浪费鬼石了。诸位，王麻子站在甲板上，先看了左边那电闪雷鸣被黑云笼罩的海，又望向甲板上一众抬头望向他的手下，这些人眼里已再无恐惧，他们知道此时已经没有退路，眼里满是坚韧和癫狂。停顿了片刻后，才咧嘴笑了起来。在加入繁育之前，我王麻子和各位一样，也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后秦阁让我写档案的时候，我在高光时刻那一栏填的也是无。但今日之后，只要我们能活着回去，活着将消息带回去，这辈子死了也值了。这是我们这辈子干过最大的一件事。今日不仅仅是我的高光时刻，也是诸位的高光时刻。若我们活着回去，往后荣耀，诸位与我同享。倘若老天无眼，真就有去无回，便以此海为种，与诸君同葬。王麻子深吸了一口气，从每个人的脸上扫过，有些狰狞的高吼，举起手中大刀，高吼道：“左满舵，返航，回家！”下一刻，海船缓缓调转方向，船如断刃归鞘，一往无前逼入雷雨海域。与此同时，距离王麻子出海已经过去了40日。这些日子，陈凡打造了无数的吊篮，这是他在建筑师交流大会上获得的白色一宝，可以直接吸附在建筑物表面自由移动。于是陈凡将铜管遍布江北、江东、江西、
江南四地，随后将打造吊兰西附在铜管上，修建了4条横跨江北4地的高铁线路，显著加速了江北4地的交流。而在这些日子，他又打造了7座能扩大传音符范围的信号塔。明日便是繁育通讯正式推出的日子，而在如此重要的时刻，陈凡却独自一人站在繁育营地的1号洞穴深处。这里专门开辟出了一个大型石室，命名为命堂，里面摆放着繁育成员的所有命牌，只是绝大部分的令牌都完好无损，只有商阁那一列，不少命牌已经从中间碎成2半，变得暗淡下来。整个商阁只有12人的命牌还保持完整，散发着暗淡白光，其中王麻子的令牌还完好无损。陈凡站在石室内，面无表情地望向这一幕。他知道出海的那批人遇到危机了，他什么都做不了，距离太远了，他甚至不知道王麻子在哪，给予不了任何帮助，剩下的只能交给王麻子自己去做。随后他离开这栋石室，繁育的发展越来越好了，而伴随着一个势力发展，总是会死人。只是或许是私心作祟，他不希望跟着自己从雨季闯出来的那批人死掉，他想让这批人亲眼见证繁育的崛起，见证自己梦想的实现。少爷，快过年了！1号洞穴城墙上，绝侯走至陈凡身边，低声道：“如今已经是永业历379年2月底了，马上就要过年了。”下面的人在问要不要在繁育内贴点对联什么的。陈凡停顿了一下后才轻声道：“你安排就行，马上开春了，是该休息休息。”明白。在绝侯退去后，王奎才抽空走上来汇报道：“狱主，目前营地内储备鬼石来到了938万枚，马上突破1000万枚大关。繁育1号线每日平均进账10万枚鬼石，其他3条线今日刚投入正式运营，暂无具体数据。这40日，光繁育1号线就进账400万枚鬼石。如果可以保持这个数据，光是繁育1号线每年的进账就可来到3000多万枚鬼石，不会一直保持的。”陈凡摇了摇头，平静道：“这是高铁刚发车，人们处于新鲜期，过了这段新鲜期，会逐渐回落的正常区间。还有，王奎正准备继续汇报。”陈凡怀里的传音符微微发烫，拿起后里面传来了王麻子微弱却又自豪的声音：“狱主，商阁执行新大陆计划归来，已顺利抵达繁育港口。”陈凡微微一愣，才急忙朝城墙下走去。走，瘸侯和王奎也急忙跟上。港口内，只见一艘破破烂烂的海船停靠在港口泊位上，附近围着不少繁育成员，而王麻子一行12人衣衫褴褛、破破烂烂，互相勾肩搭背地站在原地，彼此搀扶着，身上满是伤势，每个人面色都极其煞白，但眼里却散发着金光，那是一种直视过死亡后的光芒。狱主，站在原地的王麻子久违地站在陆地上，有些不适应地打了趔趄后，才望向朝他大步走来的陈凡，眼眶通红，咧嘴笑道：“不负使命，我们回来了。”陈凡大步走至一行人面前，从每个人脸上挨过扫过。先疗伤。陈凡看了眼王麻子身上那深可见骨的伤势，有些心疼的摆手道：“来人，带他们坐高铁回繁育疗伤。”高铁？那是什么？以后再说。很快，王麻子一行人乘坐高铁快速返回繁育，一路上颇为好奇地望向窗外，只是还没看几眼，便到站了。早就准备好的后勤阁成员用担架抬着王麻子一行人快速来到祭坛附近。祭坛疗伤速度很快，不一会儿，王麻子一行人的伤势就被全部治愈，面色虽然看起来还是有些苍白，那是因为缺失营养的缘故，需要慢慢调理。陈凡独自一人在命堂里接待王麻子一行人，而王麻子将自己在海上的经历和发现新大陆的事情如实汇报。一炷香后，王麻子汇报完毕了。陈凡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他没想到王麻子真的超格完成了新大陆这个计划，竟然真的发现了新大陆，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真的有除了永业大陆之外的第2块大陆，况且还有大量鬼石散落在那片大陆。倘若可以登陆，那是一批极大的财富，不仅仅够让他打造江北防线，甚至够让他打造完美形态的江北防线。陈凡接过王麻子递来的鬼皮地图，手里的鬼皮地图是模糊状态，无法查看，但当行驶在死海上，便可看见上面有几个清楚标注的点，那是王麻子标下的点，分别代表着希望岛、雷雨海域、新大陆。良久后，陈凡才起身望向一众人，轻声道：“感谢诸位为繁育的付出，你们带回来的信息很有价值。一路奔波，今天先休息1日，明日繁育为会各位召开庆功宴。今夜为遇难的兄弟们送行。”陈凡走出石室，望向守在屋外的瘸侯，吩咐道：“明日的繁育通讯暂时推迟，繁育内部庆祝商阁归来，今夜为遇难的兄弟送行。”时间很快入夜，永夜笼罩了整个世界。陈凡站在港口的鬼火范围内，瘸侯周末、王奎几人站在他身后，再往后是一众身穿黑衣的繁育的正式成员。今日所有人都聚在了这里，在正前方是一个石碑，一个矗立在海边的石碑，上面清晰记录着一行字：永业历379年，繁育商阁泛海求江，得辟新路。然霍林、冯异、颜之、贺拓诸君殉于苍冥，魂悸怒涛，海江遂开，钟鼓长眠。其拓土之功，可名今时；其开江之勋，足耀星辰。特以鬼谷为碑，朝生作祭，繁育子民，永嗣不辍。这是一场送别。站在人群前方那12个活下来的商阁成员，此时眼眶通红的直勾勾地望向那石碑。他们亲眼见证了自己兄弟的遇难，他们有些遗憾那些兄弟没有和他们一起站在这里，但又有些庆幸狱主足够重视他们，有家人的兄弟也领到了一笔足够的抚恤金。走好，王麻子低声呢喃着。一夜很快过去，天亮了。按照正常规划，今日应该是
樊玉通讯正式推出的日子，但此时樊玉营地内极其热闹，一张张大桌子摆在一起，上面摆满了佳肴。今天是庆功宴，庆祝商阁平安回来，并发现了新大陆。是的，这则消息并没有瞒着樊玉正式成员，会有泄露的风险。但陈凡也想看看樊玉里有没有内鬼，如果有内鬼的话，那这则重磅消息足以让这个内鬼启动自己。陈凡独自一人坐在城墙上，望向城墙外热闹准备的那一幕，躺在摇椅上，指关节无意识地在椅子扶手上敲击着。新大陆，一个被鬼潮覆灭、满地鬼石的新大陆，那意味着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白捡，只要登陆就是暴富。那敛财速度比他在江北敛财速度快多了，足够他打造出绝对安全的江北防线。但如何抵达新大陆是个问题。那座被商阁命名为希望岛的岛屿还好说，商阁出海约莫第7天后发现这座海岛，再知道目标直线距离的话，大概5天就够。这座岛屿距离雷雨海域有一段距离，只要不被海浪卷入雷雨海域，上岛采摘是没有太大风险的。但那新大陆可是被雷雨海域隔绝，想要穿过雷雨海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王麻子的说法，那更像是一个禁地，或者说是天堑，人类绝对无法踏过，靠运气穿过雷雨海域，不知要死多少人。樊玉没有那么多人命去填，除非他眼睛微微眯起，除非开启一项足够巨大的工程——海底隧道，但需要考虑多个可能。山骸胎虽然固定隧道，但海底隧道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山骸胎仅仅只是一个绿色异宝而已，真的能顶得住这种压力吗？其次，大海深处一切都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鬼物破坏他们的海底隧道。不过倘若真能踏足新大陆，带回大批鬼石，那樊玉将会彻底一鸣惊人。在此等诱惑面前，再大的难题也得试上一试。他偏头望向城墙外晒太阳的魏魏，这种大型工程估计要给魏魏累得够呛，这几日得给魏魏吃点好的。第二天，陈凡带着魏魏来到港口旁，魏魏乖巧地趴在地面上等待指示。挖地，魏魏眼中闪过一丝询问，挖向哪？挖向海底，沿着海底向前一直挖。魏魏面无表情地沉默在原地，脑袋上飘出一个问号。陈凡一时有些语噎，工作量好像确实也有些大。魏魏又不要月钱，他也有点不好意思这么用人，这工作量放一头驴身上都得累个够呛。食物管饱，魏魏眼睛金光闪过，顿时兴奋了起来，跃在空中直逼地面，双爪如利刃般一直挖速朝地底挖去。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在地面上留下一个通往地底深处的直深井。很快，一个足够深的深井出现在港口旁，他沿着深井墙壁搭建铜管，然后乘坐高铁抵达深井底部。此地已经足够深，至少远超目前这一片海底的深度。魏魏开始停止竖向挖掘，开始横向挖掘。魏魏一边挖掘，他一边跟着身后铺设铜管。与此同时，铜管铺设之地都有惨白白骨从后方延伸出来，固定着隧道不会塌陷。是的，这个活他得全程跟着魏魏一起干，否然没有铜管和山骸胎的保证，万一塌陷，那魏魏就很难活着爬出来了。这个大工程需要他的全程参与，他将这项工程命名为新大陆隧道，直通新大陆。时间缓缓流逝，魏魏挖土，陈凡铺设铜管，一人一乐，配合得颇为默契。天黑了，永夜降临了，倒不是陈凡的生物钟有多好，而是他看见身后铜管被点亮了，铜管里流淌的冷白鬼火只会在永夜降临后散发出淡黄色的光芒。他望向身后，铜管散发出来的鬼火光芒笼罩了整个隧道，长长一条，看起来极具虚幻感。挖了一天，他已经看不见隧道入口了。在海底的挖掘速度不如地面铺设高铁的速度快，但也不慢。魏魏是真的拼了老命在干，全程几乎没有休息。陈凡望向魏魏轻声道：“今天先干到这里，回去休息了，明天再干。”第二天，陈凡带着魏魏准备乘坐高铁再次前往港口时，突然看见一人走进樊玉天坑，并走至他面前。回来了。陈凡望向眼前之人笑了起来，眼前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齐月。1个多月前，齐月和他告别，说要去杀一些人。1个多月后，又重新再次归来了。狱主，我回来了。齐月显得比以往轻盈许多，嘴角带着笑意和一丝轻松。我已斩断前半生，此后我齐月将重活一世。你完成斩戟了？完成了。谁赢了？自然是我赢了。挺好。陈凡点了点头，取消了齐月身份令牌上的所有权限，望向一旁的王奎嘱咐道：“这家伙完成斩戟了，别让他进入营地。问清楚具体是谁赢了，等我晚上回来处置。”说罢，陈凡望向齐月，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才头也不回地带着魏魏继续去挖隧道。为了这条新大陆隧道，他的樊玉通讯都得暂时耽搁一段时间。新大陆隧道是目前优先级最高的事情。樊玉营地内，以少秋为首的几人站在城墙外，面色严肃地将齐月围在中间，而安置在城墙上的炮塔则是齐齐对准齐月，众人眼里满是审视和威胁。邱阁主，暗阁负责樊玉情报，你没收集到他斩戟的情报吗？没有。少秋摇了摇头。我知道他去杀了哪些人，但此后就再无消息了。斩戟是齐月修行的特殊手段，齐月身世悲惨，内心满是仇恨，将所有负面情绪集中起来，大幅提升修炼速度。但负面作用就是负面情绪渐渐堆积，会形成另一个自己。两人拥有全部的战力和外力，一决生死。倘若齐月死了，那另一个自己就带齐月而活；倘若另外一个自己死了，那齐月这门特殊心法将再无负面作用，并彻底斩断以前的仇恨。少秋有些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齐月，这家伙平时一副高冷的样子，表情总算很欠揍，如今看起来随和许多，应该是真的长了负面情绪。不对，王奎坚定地摇了摇头，情绪达到极端时会反转，比如怒极反笑，喜极而泣。这家伙如今表现得极其随和，甚至被我们质疑还面带笑意，很有可能就是情绪达到极端的怒极反笑。这恰恰证明了这个齐月是由负面情绪组成的齐月。有理。齐月有些无奈地扫了眼众人一眼，当初若不是怕你们看见我死了掉眼泪，我真应该当着你们面斩戟的，好让你们看看我临阵突破那威风的一面。这话像是这家伙能说出来的。少秋肯定道：
他肯定是真的。再观察观察，另外一边，周末带着战阁成员如往常一样，骑着骷髅马携刀在街头上巡逻着，望向街道两侧的热闹景象，眼里满是笑意和满足。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如今的繁育完美符合他想象中的最强势力。如果每月除了月钱之外还包分配老婆就好了。他还没找到一个婆娘呢，他也想晚上有人给他暖暖被窝。就在这时，他眉头突然皱起，前方不远处，一个身穿锦绣长裙的女子在几个下人的陪同下，满脸好奇地走在街道上。这本很正常，樊城发展至今，每天都有各个势力的小姐少爷等在下人的陪同下在樊城逛街。但这个女人身后的一个老者旁边缓缓浮现出一则只能他看见的虚幻面板，年龄179岁。周末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默默擦肩离开。但在离开后，快速走到一个巷子，拿起传音符，低声道：“帮我联系狱主，我发现了一个179岁的人，此时就在樊城内。这是他偶然获得的一个异宝，异宝名称寻龙胸针，异宝品级白色，异宝效果可观察出所有生物的真实年龄。平日里，他上街巡逻的时候，最大爱好就是看看这些人都多少岁。小姐，樊城热闹街道上，跟在身穿锦绣长裙女子身后的那个老者，转身望向周末离去的背影，浑浊的瞳孔中闪过一丝金光，低声道：“我想我们可能被发现了。”女子眉头皱起：“我们有露出什么破绽吗？”没有。老者摇了摇头。但按照正常巡逻路线，他应该继续向前，而不是去一旁的巷子里，应该是汇报消息去了。说不定他只是临时更改巡逻路线的，也有这可能。而且女子偏头，眼弯如月牙，笑着，就算被发现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我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父亲临走前不是还说要让我们好好了解下凡域吗？说不定近距离接触下陈凡，能了解的更多。老者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只是眼帘垂下，低声道：“隐士许久，再入室会有很多麻烦。”但女子并未过多在意，只是继续有些欣喜的挨个走进街道两侧的每个店铺。港口，陈凡站在岸边远眺海边，他不清楚昨晚具体挖到多长，具体挖到哪了。按照时间推算的话，大概有30公里了。这得挖多久才能挖到新大陆去啊？他低头看了眼身下的魏魏，低头琢磨着能不能给魏魏找个老婆配个种之类的，多生几胎，然后就可以一起挖了，这样效率会更快点。昨夜埋在海底的铜管并未熄灭，隧道没塌，也并无鬼物入侵，暂时不知雨季是何种情况。至少目前来看，新大陆隧道的计划是可行的，就是比较耗时间，需要勤勤恳恳的连续忙碌一段时间。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来自周末的消息，眉头微微皱起：“齐月、少秋去樊城等我会客。”樊城内，陈凡望向瘸猴一行人，笑着道：“齐月、瘸猴，你俩跟着我。少秋，你藏匿于暗中，去看看是哪里的客人上门，说不定是关西平原的贵客上门了。”很快，陈凡带着瘸猴、齐月两人正面迎上一个正满脸好奇望向四周、身穿锦绣长裙的女子，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原地，轻笑道：“在下凡域狱主陈凡，几位怎么称呼？”站在锦绣女子身后的老者面色微变，他刚才便猜到自己一行人身份可能暴露了，但毕竟只是个猜测，没想到他们身份真的暴露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身穿锦绣长裙的女子望向面前拄着翡翠手杖的陈凡，眼里满是好奇：“就是你一手创建了凡域，听说你是个很厉害的建筑师，但你看起来怎么这么年轻？几位是？”陈凡笑呵呵地继续问道，看起来极其随和。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个看起来比较随和的人，人都是暗格杀的，和他有什么关系？陈狱主。身后老者上前一步，双手抱拳行了一礼后沉声道：“我们来自江南何家，此趟前来只为观摩樊城，并无其他恶意。”这个时候得他出面讲话了。小姐第一次离开家族，说话有些没轻没重的，因此树敌就不好了。江南何家？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很快怀里传音符便发烫，掏出传音符听了一会儿后，才笑着道：“江南没有这个势力，关西来的吧？”“真是江南。”老者停顿了一会儿后才郑重道：“我等乃江南尹氏家族，平日不在外行动，名声并未流传出去。”“明白了，几位里面请。”陈凡笑了起来，侧身示意几人随自己一同走向旁边的商铺。片刻后，陈凡给几人沏了一杯茶，笑着询问道：“见一叶而知秋，从你们几人身上可以看出你们背后的江南何家势力并不弱，为何隐士？”锦绣女子已经不再讲话了，乖巧地坐在一旁。老者全面接管了对话主体，微微迟疑了一会儿后才出声道：“陈狱主，你吃肉吗？自然。香吗？还不错。那倘若陈狱主亲眼见到屠宰的过程，还会吃得那么香吗？”陈凡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没给出具体回应。正所谓君子远庖厨，老者脸上的皱褶如波浪般抖了抖，低声道：“江南何家是有一定的势力，但又庇护不了天下苍生，每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苍生被鬼物屠戮。既然拯救不了，那就索性闭眼不看，这样会少点愧疚感。正如倘若江北城此时被鬼物屠戮，我相信陈狱主你心里也会有些不舒服吧。哪怕你不认识江北城里的人，但江北毕竟是你的地盘。但倘若避世，就可以减少这种愧疚感，只顾自己，不管苍生。”陈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倒是他第一次听到关于这种避世的解释，听起来有点道理。我第一次接触尹氏家族，既然有一家，就有第二家，所以你们都是抱着这种想法避世的，不全是？老者摇了摇头，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永夜如潮汐般，总会有退去的一天。永夜里的鬼物是杀不完的，杀再多鬼物也没有意义，保全自己扛过永夜，才是尹氏家族的主要避世原因。总会有退去的一天吗？
吗？陈凡笑了起来。陈狱主难道不知？老者眉头微微皱起。如今永业大陆的永业并不是第一次降临，以前也降临过，只是最后都退去了。潮起潮落，潮起潮落吗？陈凡靠在椅背上，端起手中茶轻抿着没有讲话。他没有去争论这一点，不过他可以确定一点，上次永业降临固然不知究竟是自主退去，还是被上古势力联手击退，但可以肯定的是，永业不存在终有退去的那一天，会有潮起，但不一定有潮落。但他不想去讲这个，没有意义，不说这个。陈凡转移了话题，望向面前这个明显上了年龄的老者，轻声道：此趟来樊玉所谓何事？根据周末提供的信息，眼前这个老者已经快200岁了，永业力总共才300多年，这家伙活了大半个永业。一来说观摩樊城，二来是想在樊城开个店铺。开店？陈凡笑着给自己添满茶。你们不是避世吗？也需要开店，避世也是需要鬼师维持的。老者沉声道。实际上江南几家隐世家族在外都有生意，只不过打的都不是家族名号。各家隐世家族和自家生意的联系，有的是5年一次，有的是3年一次，联系较少。说说吧，想开什么店？兽武店，这是江南何家的传承手艺。兽武就是给异兽定制异宝，大幅增加异兽的战斗力，不少势力都有异兽，往日买家不好找，但如今有头有脸的势力都会聚集在樊城，倒是会轻松不少。还有这个行当，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半晌后才突然起身笑着道：樊城欢迎天下势力前来参观，那就不多停留了，我还有点事要忙，就先告退一步。老者急忙起身，陈狱主慢走。樊城走在街道上的绝猴凑到陈凡身边小声道：少爷，不问问他们年龄的事儿吗？说不定有延寿的手段。不是延寿。陈凡摇了摇头，一个活了200多年的人，那就是个老妖怪，眼里会有一种疲惫感。那老头虽然年龄大，但行为处事看起来不像是个老妖怪，年龄是虚的，像是通过沉睡这种手段来延寿。这应该也是隐世家族和外界生意联系较少的原因。让少秋去仔细收集江南何家和隐世家族的相关消息，顺便去查查我们灭掉的丹宗、风雨楼、江南水家这些势力，是不是某个隐世势力在外界的生意？倘若真有联系，需先下手为强，免得留下祸根，让樊玉成员和药王谷那边口风严一点，别将魏魏的事情泄露出去了。明白。绝猴面色认真的重重点头应下。港口边，魏魏正趴在地面上，小心翼翼地将一块卤鸡腿含进嘴里，灯笼大小的眼睛缓缓闭起，脸上写满了享受。可陈凡的到来却打断了他。魏魏，来吧，继续干活。魏魏呜咽了一声，示意自己知道了，随后才兴冲冲地钻进一旁的深井，准备继续开辟海底隧道。陈凡也没多说什么，跟了上去。他也想过要不要给魏魏打造一套专武，用来加快挖掘速度的，可后来一想没必要。魏魏挖掘速度快主要是得益于自己的双爪，那是自身天赋，无论是打洞还是破坏阵法都很有效，加了专武后反而可能会起负面效果。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海底隧道内一人一鳄继续开始今天的工作。陈凡跟在魏魏身后，一边铺设铜管，一边望向后方空无一人的海底隧道，给人一种绝对的孤寂感。尤其是此时尚未天黑，鬼火尚未点亮，海底隧道内一片漆黑，只有摆放在车厢里的石头散发着光芒。他低头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王麻子此趟出海，在雷雨海域内只发现了这么一座海岛，取名为希望岛。此时希望岛在鬼皮地图的边缘处，代表着它的绿点正在缓缓逼近。按照这速度，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真的需要挖很久。他们挖掘隧道的速度可比王麻子开船在海上的速度要慢多了。2个月转眼而逝，陈凡独自一人站在樊玉营地内的城墙上望向外面，轻笑着靠在椅背上。终于挖通了，足足忙活了2个月。这2个多月，他大部分时间都和魏魏在海底挖隧道。他中途一直担心山海胎到底能不能撑得住，毕竟这条海底隧道实在是太长了，尤其还在海底深处，这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还会有渗水的可能性的。但山海胎真的值得信任，全程都撑住了，顺便还做到了防水。只能说，虽然只是绿色品级的天才地宝，但山海胎不愧是连鬼王都难寻的宝贝，够这个价值。走吧。陈凡起身朝城下走去。海底隧道一阶段已经建设完毕了，去希望岛看看。港口，一辆高铁停靠在地面上，陈凡、绝猴等一众樊玉核心成员全都登上高铁，魏魏则是留在车厢外，抓着边沿处。下一刻，高铁启动，沿着海底深处铺设的铜管，朝大海深处激射而去。海底隧道极长，前方没有任何光亮，一片漆黑，鬼火尚未点亮，高铁就在漆黑的隧道里，以极快的速度朝前方激射而去。终于，约莫过了近20盏茶的功夫，他们身下的高铁突然以一个90度的仰角开始快速爬升，阳光从洞口洒了下来。当高铁如火山喷发般从地底喷出，并稳稳当当地停在山顶时，他们到了，此地便是希望岛。高铁出口在希望岛内一座山顶的顶部。陈凡离开高铁，站在山顶悬崖边缘，远眺天边，海岛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不见任何陆地。这是一座孤岛，而是更远处，隐隐约约能看见那片区域被雷云笼罩，那里便是雷雨海域，只不过距离希望岛较远，有一段距离。俯瞰海岛，一眼望去，没有任何人类踏足的痕迹，遍地天才地宝，如同大丰收一般。一颗颗饱满的猴头果悬挂在树枝上，不知具体数量，但绝对不会少。见状，陈凡笑了。猴头果是一种天才地宝，不以价值来评判。城墙从6级升至7级，除了需要消耗7000枚鬼石外，还需要消耗猴头果一个。一节城墙需要1个，也就是1米。若是平常营地也就罢了，说不定能凑到，但
但倘若想要将江北防线全都升级至7级城墙，那需要的猴头果数量绝对是一个恐怖的数量。他当时还想，去哪找那么多猴头果？除非是去了花果山。而今日，他终于找到了花果山了，属于樊玉，属于他陈凡的花果山，漫天遍野的天才地宝，任他采摘。当然，想要将江北防线全部升至7级城墙，需要的不仅仅是海量猴头果，还需要海量的鬼石。在上古时期，江北防线的城墙等级是4级，低了，否则也不会被攻破了。陈凡就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他要是搞出7级城墙，再加上一众式神炮、防空炮，江北防线还能被沦陷，他也不跑了，就死在江北。他认了。7级城墙最高可达50米，50米这么高的城墙堵在江北海岸线，他就很好奇，得是什么样的鬼物才能冲破他的江北防线？看看，陈凡望向身旁一众已经看傻的瘸猴几人，咧嘴笑着，大手一挥，都下去看看有什么天才地宝，然后在新招的编外人员中找一批无家室的。海底隧道为樊玉核心最高机密，参与此工程的樊玉编外人员，短时间内将无法返回永业大陆。采摘完希望岛后，留在新大陆拾取鬼石，要能耐得住寂寞的。待遇提升至樊玉正式成员，樊玉成员基本都挺忠诚和嘴严的，这得益于严格的筛选和培训，以及大家都不想失去这份火。但再严的嘴也会有泄露的风险，他暂时不能接受新大陆的存在对外泄露，故而最好的嘴严就是一段时间内留在这里，不回永业大陆。周末走下山，来到海边，望向海岛中央丛林中漫山遍野的天才地宝，神情恍惚的僵在原地。永业大陆之外还有一处这样的地方，他虽知道商格发现了希望岛，但等真正踏上这个岛，他才明白能在茫茫大海上发现这座小岛有多不容易。不仅仅需要探索世界的决心，还需要忍受寂寞的毅力和足够的运气。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脚下好像踩了一个软糯糯的东西，下意识抬脚低头望去，只见脚底下踩着一个暗红色的肉瘤，像是海螺状，捡起来后触感温热。他僵在原地，眼中闪过一丝骇然。海苔，手里的这个东西和私塾里形容的海苔外貌特征一模一样，这竟是樊玉主要搜寻天才地宝之一海苔。樊玉这几个月里一直在搜寻，一株都没找到，而他脚下就踩了一个。他抬头望向远处，沙滩上竟然散落着7、8个海苔。王麻子，周末顿时有些撕心裂肺地望向离他最近的王麻子，高吼道：“快捡海苔！那个暗红色肉瘤是海苔，快捡起来！”樊玉核心成员都已离开，前去探索海岛了。陈凡没去，他正站在高铁出口处，也就海岛小山的顶端，望向手里的竹笋，乐呵呵的傻笑中，神情恍惚，渐渐飘远。他手里的这个褐色竹笋，他曾经在魏魏父母洞穴里找到一个，是山苔，比山海苔更好的山苔。如今他得到了第2个，得来过程倒也不复杂，路边捡的，就长在旁边石头缝里，一拔就出来了。就在这时，传音符里传来瘸猴的激动声：“少爷快来，快来！”陈凡眉头轻挑，将山苔塞进储物戒里，大步朝山下走去。山苔储存方式的没有特殊要求，比较随意，直接塞进储物戒里就行。丛林内一处山河间，陈凡站在岸边，望向那从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河水极其清澈，而在河道中间有不少石头，在石头缝里生长着10束珠花，颇为好看。他沉默着，久久不语。那些花不是普通的花，外表看起来极其雪白，颇为好看，就像少女的小足般，令人忍不住想放置在鼻尖。用力嗅去，9片舒展开来的花瓣，宛如含苞欲放的豆蔻年华般，花蕊微粉，很嫩，不是别的，正是雪莲花，而且是成熟状态的雪莲花。那位居住在无名山的那位，耗费了100年时间，酝酿出了一株雪莲花，而这株雪莲花还引来了关西平原屠仙圣地的觊觎。现如今这里有13株，13株啊，也就是这种天才地宝难以在市场上流通，否则光是这13株雪莲花就足以价值连城。先别动，陈凡深吸了一口气。雪莲花采摘后需要在1个时辰内放置在低温环境，我们回去的时间超过了1个时辰，等下次来带上工具再来。高铁速度极快，但再快也有个上限。此地距离永业大陆极远，距离超过樊玉1号线的全程，单次耗时早就超过了1个时辰。现在将雪莲花采摘下来，等回去后就枯萎了。就在这时，旁边的周末和王麻子一路小跑而来。狱主，周末有些激动地打开手里的缸子，露出里面被浸泡在水里的海苔。我们在沙滩上总共发现了11株海苔，全在这里了。我记得海苔的保存条件是需要用咸盐包裹，我身上没有咸盐，我就将海水倒进去了。不错，陈凡咧嘴笑了起来。这座希望岛的发现对樊玉的意义太重大了。陈凡满意的点了点头，接过海苔收入的储物戒里，朝远处走去，都四处再看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惊喜。随后，周末和王麻子便在海岛深处摸索着。这座海岛没有一丝人类痕迹，看起来就是一个后花园一样。就在这时，滋滋吱，刺耳的尖叫声从远至近的此起彼伏的不断响起，周围丛林的树枝在快速晃动，头顶的绿色苍穹仿佛活了过来一般。别动！周末面色微变，快速举起手里的大刀，对着传音符急促道：“狱主，我这里有状况，暂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快，大量残影从远处丛林朝他冲来，不再掩饰身形，而是狂暴的吱呀乱叫。那正是一只猴子，一眼望去，至少有数百只，他们被猴群包围了，数百只猴子死死盯住他俩，准备随时发动攻击。王麻子，周末深吸了一口气，双手紧紧握住手里大刀，沙哑道：“站在我身后，看我表演。”说什么呢？王麻子面色冰冷的同样从怀里掏出大刀，和周末背靠背站在丛林间，眼睛直勾勾望向那些树梢上的猴子。这几日我在运灵阁里天天泡着，修为也不弱，刚好今日见
见血也行。周末咧嘴笑了起来，没想到我最后一战的搭档竟然是你。我曾经幻想过自己会死在4年后的海底鬼巢登陆那一战，死在狱主身旁。就在这时，伴随着猴王的尖锐嚎叫声，几只体型健硕的公猴从树梢下冲下，发动攻击，咧嘴时露出的红色牙龈，黄白色的尖牙，围攻开始了。一只猴子从侧面倏地荡进，爪子闪电般探出，直逼周末脸颊；另一只几乎同时从背后袭来，配合颇为默契，空气里弥漫开一股浓烈的野性的腥骚气，刺啦！爪子划破皮肤的声音响起，猴群中响起兴奋吼叫声。这些猴子眼里充斥着杀意和狂暴，而且不急着杀，像是要慢慢折磨一般。呼哧！周末紧紧和王麻子背靠在一起，猴群多次分批次攻击，数次下来他就已经有些招架不住，身上多了数道伤势，鲜血流淌下来，而周围晃动的影子越来越多，更多的猴子赶来加入战场。该死！周末不知是失血过多还是恐惧而导致的面色煞白，嘴唇有些发青的颤声道：“王麻子，这死的也太痛苦了，跟他妈凌迟一样。”还好，王麻子同样喘气，说不定死不了呢。这他妈能活？我感觉到地面在震动了。然后呢？等等，周末突然反应过来，感受着正在不断震动的地面，以及周围树梢上渐渐因慌乱而有些烦躁起来的猴群。半晌后突然反应过来，咧嘴笑了起来，高吼道：“狱主，我在这儿！”吼！惊天动地的巨吼声猛地响起，丛林中的树木正在不断快速倒塌，一个庞然巨物正在宛如推土机般快速逼近。下一刻，一头体型极其巨大、灯笼大小眼睛里满是凶意的鳄鱼一路撞飞了不知多少树木，冲至两人面前，在身后丛林间留下一道极长的通道。陈凡从鳄鱼后背上走了下来，站在魏魏身旁，望向树梢上一众有些慌乱的猴子，偏头停顿了一下后笑了起来：“魏魏，该你上了。”收到命令的魏魏张开血盆大嘴，再次怒吼一声，便朝猴群身下的树木冲去。每次撞击都能将坚硬粗壮的树木撞飞，待在树梢上的猴子如下锅饺般到处乱飞，那冲击力可见一斑。猴群眨眼间在慌乱声中四处逃窜，甚至都不敢回头尝试性的攻击魏魏。周末气喘吁吁地站在原地，靠在王麻子身上，望向浑身散发着凶兽气息的魏魏，才想起魏魏其实也是异兽，而且是实力强大，曾经给予鬼王致命一击的高级异兽，不是什么乖乖宝。猴群四散逃去，但魏魏灯笼大小的眼睛紧紧盯着快速逃窜进丛林里的猴王，直直追去，根本不管四散而逃的猴群。这只猴子明显体型要比其他猴子更大，很好分辨，但也更加胆小。刚才猴群四散逃窜时，这只猴王是第一个掉头就跑的。猴王的速度很快，但魏魏的速度更快。魏魏虽体型大，但速度却都不慢，此时如同一个陷入狂暴状态的推土机般冲进丛林里，撞飞无数树木。数息后，魏魏像是一个凯旋而归的大将军一样，血盆大嘴里含着奄奄一息的猴王，尾巴不断拍打着地面，雄赳赳气昂昂，眼里满是自豪之意的爬到陈凡面前，将嘴里的猴王吐出来。干得漂亮！陈凡笑着望向魏魏，他此趟出门带上魏魏也是这个因素。这么大个海岛，说不定就有异兽的存在。对付异兽最好的办法不是建筑，异兽有灵性，感受到危机后他们就不会发起冲击了，而是会远远躲开。虽然暂时威胁不到他们，但留在小岛上总归是一个祸害。对付异兽最好的办法是带上一个比这些异兽更强的异兽，比如魏魏。能打得过魏魏的异兽没几个，就算魏魏打不过，只要魏魏负责缠住敌人，等他将建筑打造完毕后，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现在看来，带上魏魏是一个极其正确的决定。狱主，劫后余生的周末和王麻子搀扶着走到他面前，眼里闪过一丝感激。幸好狱主你来得及时，不然我们没事儿。陈凡摇了摇头，这是一片未知的海岛，确实有些危险。虽然没有人类的痕迹，但难免会有其他的危险。随后，他才低头望向地面上这只满眼恐惧和慌乱，但却不敢再逃的猴王，停顿了半晌后，才轻声道：“魏魏，打服他，帮你收个小弟。”魏魏会意的兴奋的低吼了一声，才叼着猴王快速爬向一旁，就像叼着战利品的获胜将军一般。他不打算杀这只猴王，这每一只猴子都是异兽，什么异兽，什么能力，他尚不知晓。但猴群里面不可能没有猴王，就像狼群里不可能没有狼王一样，一个种族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头，死了这个头会诞生下一个头，而这座海岛上的猴子又极其的多，根本杀不完。与其赶尽杀绝，不如收服这只猴王，让这只猴王去管理这些猴子。尤其是他刚才注意到，这些猴头果好像就是这些猴子种植的，或者说是养殖的。猴子之所以攻击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大肆采摘猴头果，他们将这批猴头果采摘完之后，又不会重新种植，剩下的事情还得麻烦这些猴子，不如收服了这些猴子，帮他们种植猴头果。收服异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每个异兽的性格不同，收服的方式也不同，不是每个异兽都像魏魏这样好收服的，所以他并不打算收服这只猴王，而是让魏魏去收服这只猴王。人类收服一只异兽需要费点麻烦，但一只异兽收服另一只异兽，只需要打服就可以了。陈凡没有在此过多停留，而是带着王麻子和周末几人回到高铁出口，几人开始服用丹药疗伤，他则是在四处继续逛去。海岛上除了这些猴子，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原住民。这些猴子平日的主要食物好像正是猴头果，还挺奢侈。那一个猴头果天才地宝的价格，在市场上具体多少他不知道，他没有见流通过，但他估摸着怎么也得2-3千枚鬼石一个。这些猴子一天就吃一个，真够浪费的。就在这时，陈凡突然看见魏魏脸上写满了自豪，大摇大摆地朝他爬来，而在旁边还跟着一个有些怯生生的猴王。猴王手里拿着一个鸡腿，这个鸡腿他极其眼熟，正是樊玉照生平所制造的卤煮。魏魏低吼了一声，像是在示意自己已经收复完毕了。
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面前的这个鳄鱼和猴子，他大概知道魏魏是怎么收服的，应该是先打服，然后再掏出自己心爱的鸡腿送给对方，然后这只猴王就服了。看得出来，这只猴王也很喜欢手里的这个鸡腿，甚至他觉得魏魏压根不用送出这么好吃的东西，随便送点东西，这只猴王可能都很喜欢。毕竟这座海岛上平时也吃不到其他东西。话说魏魏这个收服手段是跟谁学的？先打一棒，再给一颗糖，这手段运用的有点太流畅了吧？挺好。陈凡笑了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解决了。魏魏，你帮我问一下他们平时在海岛上是不是都以猴头果为食？会不会种植猴头果之类的？就问一下他们关于海岛上的消息，或者是海岛上还有没有其他人之类的。他可以和魏魏做到基本上的正常沟通，通过眼神、肢体语言来进行沟通，再和这只猴王就做不到，不过也不用担心，魏魏可以做到。魏魏瞬间会意，转身望向猴王，低吼了一声，这只猴王也立刻挥舞手臂比划着。很快，魏魏再次低吼了一声，陈凡若有所思地轻点了下头。通过魏魏传达过来的信息，他得知这座海岛上已经很久没有人类了，他们是第一波登陆这座小岛的人类，并且也没有鬼物踏上这座海岛，这倒是有些稀奇的。海里鬼物是不少的，但鬼物却并没有登陆这座岛。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就是这座岛是怎么产生的这么多天才地宝？不能是自然诞生的吧？看起来像是有人种植的一样，可既然有人种植，却为何无人采摘？难道是上古时代的某个势力种植下的，还未来得及采摘，便被鬼巢覆灭？现在知道这个答案了，是这些猴子培育的。这些猴子平时主要任务就是种树，也就是种猴头果，这种果子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只需要吃一个猴头果，便可以顶饱一天。如今他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这些猴子这么多年的劳动成果。换句话说，他们一行人其实有点像是土匪，跑到人家辛辛苦苦种植了很多年的领地上大肆掠夺。不过好像也不能说是掠夺。陈凡面色古怪地望向眼前一幕，此时猴王已经吼叫着，将海岛上的猴子猴孙们全都唤到了跟前。魏魏派头十足地趴在地面上，那猴王带着猴子猴孙挨个从魏魏面前路过，让魏魏认人。魏魏也会从嘴里吐出一个鸡腿分给每个猴子，每个猴子在吃到鸡腿的那一刻，眼眶都变得瞬间通红。显然这玩意比他们以前吃的猴头果和海边捕的鱼要好吃多了，纷纷兴奋着站在魏魏面前点头哈腰。这群刚才还显得极其暴虐的猴子，此时显得极其乖巧，甚至有些听话。陈凡沉默着，久久不语。他没想到魏魏在收服其他异兽这方面如此有手段。后，魏魏阅军完毕后，转头望向陈凡，低吼了一声，而那些猴子也顿时会意，齐刷刷地站成一排，面朝陈凡，齐齐鞠躬。他听明白了魏魏传递的消息，说自己虽然是你们的老大，但他也有老大，他的老大就叫陈凡。魏魏再次低吼了一声，完美。陈凡长叹了一口气，有些感慨道，回去后，我就创建一个兽阁，魏魏你就担任这个兽阁阁主，以后关于异兽的事情，你全程处理。魏魏在处理异兽这方面实在是太有经验了，繁育伴随着以后发展，肯定会遇到更多的异兽，这个时候就需要魏魏出马就可以了。随后摸索了约莫1个时辰左右，陈凡几人就再次返回高铁。此时他们已经返程了，那些猴子还在忙碌的采摘猴头果，并且在兴奋的期待着明天他们再次到来，并且带着新的热乎的美味的卤煮。路程遥远，当他们抵达繁育时，繁育已经天黑了。高铁没有停留，从港口离开后，直直穿过夜色，驶进繁育。而此时早就收到消息，并且已经准备好的小邱从营店内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代表兽阁阁主的身份令牌，一个特制的身份令牌，刚好可以卡在魏魏前爪的鳞甲里。平时如果收起来的话，可以吞进肚子里；如果不想收起来，就可以卡在前爪的鳞甲里。魏魏显得很兴奋，抱着令牌在地上不断拍打着尾巴。陈凡望向在地上拍打着尾巴的魏魏，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现在正式下达对魏魏的任命，繁育新建兽阁，魏魏担任兽阁阁主，统管繁育所有异兽。很快，一夜过去，天亮了。陈凡收拾了一些行李，准备出趟远门。他要继续去打造海底隧道。海底隧道仅仅完成了第一阶段，仅仅通向海岛，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要通向新大陆。这些天才地宝对繁育虽然很有价值，但也需要足够的鬼石，才能发挥出这些天才地宝的真正价值。而从海岛到繁育这段路程已经比较远了，来回一趟花费时间较多，所以他接下来一段时间需要暂时居住在海岛上，在海岛上开辟一个简单营地，和魏魏继续挖海底隧道，可以节省下每天来回往返的时间。临走前，学猴跟他一起，王奎负责守家。狱主王奎有些迟疑道：“繁育通讯这个计划要再往后推一段时间吗？”陈凡轻点了下头，这个事情暂时不着急。如果新大陆上收获的鬼石足够多，繁育通讯可能就不对外公布了，将会成为我们的繁育独有手段。如果有什么要紧的消息，你传音就好。是的，他曾经说过，若真有人能在希望岛上将消息传回繁育，他算那人牛逼。希望岛距离永业大陆足足用上千公里，如此之长的距离，寻常传音符已经完全无法使用了，但它可以。繁育有信号塔，当然，繁育不能安置在海面，这是一个需要安置在陆地上的建筑。但魏魏既然可以在海底挖出一条隧道，那在某个隧道节点挖出一个较大的坑，用来安置信号塔，自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此时海岛隧道的中间路段就摆放着一座信号塔，希望岛和繁育之间的消息可以做到秒转，哪怕有任何突发事件，他也可能立刻得到消息并赶回。如今的繁育已经不是雨季里那个底蕴不足的势力了，如今的繁育各种底蕴已经渐渐补充完毕了，海苔、山苔等各种天才异宝均已入库妥善保管。陈凡没过多停留，再次嘱咐了王奎几句后，就带着瘸猴魏魏几人再次乘坐高铁，踏上前往海岛的路程。打造一座巨城所消耗的时间并不多，只需要足够的鬼石就可以了。打通新大陆势在必得，
了，江北防线指日可成。在近2个时辰的路程后，高铁终于抵达希望岛。刚出来，便看见地面摆放着一大堆整整齐齐的猴头果，大量猴子乖巧且满脸期待地蹲在一旁，显然等了许久。在看见他们后，有些兴奋，但又有些胆怯地不断挠头。非常棒！陈凡咧嘴笑了起来。海岛上的这些原住民有些太懂事了，摆了摆手，趴在旁边地面上的卫卫，嘴里咬着一个大缸，开始挨个发放鸡腿。赵生平昨夜连夜加班煮了一大批，每个猴子乖巧地坐在地面上，小心翼翼且兴奋地接过鸡腿。很快，数百个猴子便齐刷刷地将手里的鸡腿吞下肚，随后才在卫卫的指示下，将地面上的猴头果都搬至他们身后的高铁上。卫卫，该我们干活了。陈凡笑着望向这一切，才望向旁边的卫卫。卫卫低吼了一声，瞬间会意再次钻到深井，找准方向后，开始继续开辟海底隧道。而陈凡也坐在另一架高铁上，跟在身后开始继续铺设铜管，直指雷雨海域。在身后隧道已有数架高铁在不断运转，将大批猴头果成批的运往繁域。而与此同时，另一端永业大陆前方战线广袤平原上，一条极其笔直不见尽头的城墙如分界线一般，将平原从中间一分为二。城墙左侧是大批正在不断奔波的人类，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明显的皮翼和伤势，而在城墙右侧是大批倒在血泊中的鬼物。此时城墙多处城门打开，大量人类拎着工具走出城墙，快速挖掘着鬼物尸体里的鬼石和拿走鬼骨等有用的鬼材，包括拾取异宝。城墙足足有30米高，一眼望去宛如天堑，几乎不可逾越。但此时城墙表面已多处创伤，城墙本身的颜色早已看不清，能看见的就只有鲜血和绿色粘稠液体所染成的颜色。城墙上无数人在快速奔波，有的人在修复城墙昨夜的受损区域，有的人在挨个检查炮塔的消耗并补充足够的鬼石，有的则是在打造新的炮塔。足足有数十万人在这座不见尽头的城墙上忙碌着，就像一堆堆蚂蚁在打造自己的巢穴。喂！一个身披甲胄满身伤势的中年男人气喘吁吁地走到一个年轻男人面前，有些着急道：愣在这里干什么？快修复城墙啊！昨夜鬼巢突然变得凶猛了许多，今夜肯定会有更猛烈的攻势。年轻男人没有讲话，只是蹲在城墙上盯着角落，那里有蚂蚁堆起的通道，好似是红蚁用粘液和沙粒堆积的一条通道。这种通道平日里都是出现在树干表面，出现城墙上倒是少见。蚁群们会打造这种通道来抵御天敌。下一刻，只见年轻男人伸出右手，用力朝通道按去，通道一节瞬间碎。年轻男人有些恍惚道：我在想，我们打造的防线真的有存在价值吗？或许就像这些蚂蚁的打造的通道一样，自认为坚不可摧，但实际上轻轻一碰就会碎。这个披着甲胄的中年男人眉头紧皱，没有第一时间回话。他知道最近的事情对这个年轻建筑师打击有些大，只是耐心等待着。很快，大量蚂蚁从碎裂的通道两侧涌出，开始缝补碎裂的通道。不一会儿的功夫，碎裂的通道就被彻底修复完毕。你看，中年男人笑了起来。哪怕防线碎了，也会有更多的人来补齐这条防线。我们这条防线名为7号防线，是永业大陆最重要的一条防线。如今鬼巢主力军在冲击前线，流到我们这里来的只是部分鬼巢，我们压力不会很大，但我们一定要顶住。一旦我们防线碎了，身后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无数势力和百姓，他们根本无力阻挡这种规模的鬼巢，会有无数人因此丧命。我知道，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起身站在城墙边缘，远眺距离他们约莫数千米远的海岸线，轻声道：我当然知道，我只是有些想不明白，7号防线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没有7号防线，关东平原这里所有人都得死。他们应该感激我们，但他们为何不感激我们，甚至不愿援助一些鬼石？中年男人一时有些语噎，不知该说什么。这条战线是永业殿打造的，平时用于维系战线的鬼石也是永业殿批下来的。永业殿不是一个势力，而是一个组织，任何势力都可以加入这个组织，由永业大陆最强的势力联手建造的一个组织，笼罩了大批势力的加入，将所有资源集中起来，在永业大陆上布置了数道防线，用于抵御鬼物入侵。很多人只知道永业降临，鬼物会出现，殊不知出现在永业大陆内部的鬼物只是些虾兵蟹将，真正恐怖的鬼物都在海里，每时每刻都想冲上大陆，而这些鬼物全被永业殿布置下的防线所堵在防线外。倘若有任何一条防线失守，所带来的灾难都是毁灭性的。中年男人沉默了许久后才沙哑道：其实永业前线的状况不是很好，不少鬼物开了灵智，变得难缠许多，已经有好几处防线失守。永业殿在失守的后方耗费巨大代价，打造出了临时防线，重新将鬼巢拦在防线外，但也因此丢了不少土地，死了不少人，损失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永业殿已经无力再派人帮我们解决这些事情，就连送来的鬼石也是硬挤出来的。我们已经派人去后方的关东平原各个大势力收取鬼石了，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也收上来了一点。如果永业殿能派人来，不会有这么多事儿。交出鬼石活，不交鬼石死。永业大陆面临覆灭危机，没人会讲仁义道德，他们也想这样做，但他们显然没有这个实力，他们只是负责看守和维护这条防线，拥有使用这座防线上所有建筑的权限，但显然没办法去那些势力的范围，和那些势力硬碰硬。年轻男人没有讲话，只是远眺海边。森林里若遭遇天火，灭火的最佳手段就是在被天火蔓延的区域外，将一片树木全部砍倒，令天火没办法顺风蔓延。倘若防线告破，应急手段也是如此，在更后方建立起临时防线，当然代价是巨大的，而且老防线和临时防线内的人类几乎无人可活。那些势力的大本营，面对寻常大陆内的鬼巢足够用了，但倘若面对从海底登陆的鬼巢，那就有些可笑了。他们身下的城墙可是6级城墙，一道由6级城墙组成，全长97公里的7号防线都可能会失守。那
那些势力拿什么去守？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节点失效，永业殿需要打造的防线越来越多，已经有些守不住了。中年男人本想鼓舞一下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让其振作起来，但说着说着，他也有些疲惫了，趴在躲墙上，望向海边呢喃着。他知道更多消息，知道永业大陆很有可能真的挺不过这次永业了。永业大陆是一整座大陆，一块完整的大陆，具体长什么样子他不清楚，反正肯定不是四四方方的，四面为海。而在永业大陆中央处有一处大阵，姑且将其称之为大阵吧，具体是什么他不知道，这种机密消息已经超过他所能接触到的，只知道这处大阵保护着永业大陆，使永业大陆不受海里的鬼物侵袭。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大阵节点失效，这就意味着海里的鬼物可从这些失效的节点登陆，而永业殿便负责在失效的节点位置上打造出防线，将鬼物隔绝在防线外。倘若一道防线失守，这意味着永业大陆需要在后方快速打造一处一条比原先防线长出数倍的防线，连接两侧节点，将这片失守区域隔绝在外。这种花费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前线目前已经有数个防线被攻破了，一旦被攻破的防线达到一定数量，永业殿资源不够补充防线，那迎接永业大陆的将是源源不断的鬼潮会从这个缺口登陆，涌进永业大陆内部，其他防线也失去了自己的作用。对了，年轻男人突然想到了什么，轻声道：江北防线呢？那位不是已经离开许久了？那边的防线有补充吗？没有。中年男人摇了摇头。那位走之前留下的气息，足以震慑那里的鬼物数年，约莫4年后，气息才会消散。在此之前，那边不会失守。当时之所以派那位去独自一人镇守，2点原因：一方面是那位寿命不足了，让他一个人镇守江北防线，这样他一个人便可以拿到所有的天道赐福用来严守；二来也是江北海底鬼物不算特别凶险，那位一人足矣了。据说永业殿准备等4年，倘若4年内那位还没归来，便派人去江北重新打造一条江北防线，将那个缺口堵上。但中年男人犹豫了片刻后，还是轻叹了一口气，开口道：若不是永业大陆一旦被占领，剩余苟活人类也会被瞬间剥夺种族身份，丧失所有手段。永业殿早就拿出所有资源，打造一座安全系数极高的小城，哪里会管永业大陆？我们的生死也没人在意。呵，年轻男人突然笑了起来。我们镇守防线，天道认为我们有功，给我们赐福，但倘若我们失守，天道又会瞬间否认我们的种族身份，承认鬼族的种族身份，这算什么天道？这不墙头草吗？中年男人嘴角抽了抽，抬头望向阴云密布的头顶，生怕一道雷劈下来，半晌后才悠悠道：天道和人类不一样，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天道只是感觉到了永业大陆被入侵，下意识防护。据说那核心大阵就是天道的手段。而永业大陆每被入侵一块地盘，天道的力量就会失去一点，会出现更多缺口，直至人类失守，永业大陆的天道就也随之消亡了。之后会诞生新的天道，新的天道承认了鬼族的种族身份，这也是那些鬼物所求的。不算墙头草，永业大陆的天道会伴随我们到失守最后一块地盘的那一刻，直至和人族一同战死。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甲胄的士兵快速小跑至2人身前，小声汇报道：天师，关东平原最大势力奉天楼人去楼空了，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全跑了，只留下了一些外门弟子，不知去了哪里。厉害！年轻男人有些怒极反笑，这奉天楼也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打造了那么多建筑，说不要就不要了，就为了不想掏出一点鬼石？不。中年男人琢磨了一会儿后，突然咧嘴笑了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听到什么风声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永业殿派人来了。奉天楼作为第一个带头不想缴纳鬼石的势力，肯定是要被清算的。看起来我们应该不愁接下来一段时间的鬼石了。下一刻，一艘巨大的非洲正以极快的速度快速逼近城墙，直至悬浮在空中，停在和城墙的一样的高度上。非洲上打造着100多个各式各样的炮塔，武装到了极点。一个穿着黑裤、光着膀子的男人面色阴沉的大步朝2人走来，从怀里掏出一枚令牌，沙哑道：永业殿，天一，带我去找那些不愿意上缴鬼石的势力。男人浑身散发着一股极其暴虐的气息，眼里布满红血丝，好似许久没睡，而嘴里的话语更是透露着森寒气息，一举一动都透露着一个信息：今天得杀点人。